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 Kate Lanc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一样，我们继上一次的边缘型人格疾患的部分呢，我们今天一样要介绍边缘型人格疾患一系列的相关知识。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谈谈所谓的4种边缘型人格吧，我们一起来看看。首先在我们开始之前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这个频道是跟心理相关的，所以如果你对这样子的议题有兴趣的话，麻烦帮我们按下订阅还有小铃铛哦。所谓的边缘型人格有4种，是来自于 Theodore Meanham， 他在1995年的时候，他写了这一本书，他所写出来的就是边缘型人格，它分成4大类。先说一下，他这本书因为是1995年出来的，所以它其实是 DSM-4。那我们现在已经是 DSM-5 TR， 所以已经是过了2个版本的修正了，所以其实可能有一些会比较不太一样，但是原则上在边缘型人格的一个诊断上面，这些版本其实没有太多的改变，所以我们一样还是可以参考他的说法。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所谓的第一种边缘型人格就是 discourage， 这种型的人呢，就是他们比较特别的害怕会被拒绝、被讨厌、被抛弃。那因为他们很强烈的那种害怕被抛弃，那这种被抛弃的感觉可以是真实的被抛弃，也可以是想象的。那所以呢，因为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就是会特别去产生出很多的行为，例如说他们会非常的黏人啊，又或者是他们会特别去讨好你，然后不想要让你会有任何原因离开他们。所以这一型的人呢，他们就会因为避免被抛弃，或者是减少被抛弃的一个几率呢，去特别去讨好你，然后黏着你。那所以像这样子的人呢，我们会发现他们很容易产生一种类似像共依附，又或者是没有界限 enmesh 的 boundary 的一个状况。那所谓的共依附呢，其实这个概念大概跟大家提一下。所谓的共依附其实是在很早以前，因为美国比较多人酗酒，那所以呢是因为这样子的导致有人就开始研究所谓的共依附，就是孩子呢在一个失功能的家庭成长，他们的父母可能因为酗酒问题不是非常的关心孩子的成长的状况，当他们肚子饿的时候，爸妈可能喝醉酒醉倒了，所以他必须自己想办法，甚至还必须要反过来去照顾他们的妈妈，或者是照顾他们的爸爸，所以到最后他们已经很习惯了被那些身心上面有需求的人所吸引，所以他们很习惯在一个很不平衡的一个关系里头，就是他们不断地去当那个照顾者，不断地把他们的精神能量去付出给别人，然后另外一个人则是一个不断的有缺陷、有问题、有困难，然后不断需要被照顾的那样子的一个关系里头，这就是一个比较共依附的状况。那另外一个就是没有界限，就是 enmesh boundary， 就是你跟人之间的那个界限不是很清楚，就是我的界限跟你的界限是完全融合的，所以呢，我会因为你的情绪，会因为你生气而我也会生气，因为你难过我也难过，就是我们之间没有所谓的我懂你为什么会为了这件事情生气，而这跟我没有直接的关系，我能够感觉到你的生气，我也能够理解你的生气，我甚至能够同理你的情绪，但是我不需要跟你同步。那对于有 borderline 就是这一类型 discourage 型的人呢，他们就没有办法，他们跟你的情绪是非常的相连，然后甚至是没有分别的。所以呢，对于他们这样子的人呢，可能常常会变成没有一个所谓的自我的概念，就是没有自己。在跟人相处的时候，你是怎么样我就是怎么样，我是怎么样你就应该是怎么样。那也会很容易因为这样子呢，就缺乏了自我价值。因为当我知道我很清楚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你对我不好，其实是因为你心情不好，又或者是因为你不懂得怎么样对我好，跟我这个人的价值没有关系。但是对于这样子borderline的，他们不会有这样子的观念，他们的想法呢比较是你对我不好，那就代表我很糟糕。那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太害怕去感觉到这样子的感觉呢，他们就会不断的去改变自己的样子，去讨好你，去迎合你，然后去改变就是这一段关系的里头的一些动力。那这个是第一型 discouraged。第二个呢就是 impulsive， 我想我们在之前的那个影片有提到过，在边缘型人格里头呢，他们很常会有一些很冲动的决定，例如说因为他们觉得内在非常的空虚，所以他们可能会例如暴饮暴食，
没有节制的吃东西，又或者是可能会很冲动性的去购买东西，不断的买，然后完全没有去想到他自己有没有办法去负荷这样子的一个金钱的消费，甚至可能把信用卡都刷爆了，自己都还不知道。那又或者是呢，有些人呢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混乱的性行为，例如说可能跟不同的人同时间跟不同的人发生性行为，甚至没有所谓的防卫措施去好好去保护自己，就是因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是以冲动为主，然后没有去特别想到后果。那这样子的人呢，也会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是比较冲动的。但是我上次那个影片也有提到过，当他们在很冲动的时候，其实他们也会因为这样感到特别的空虚，甚至会因为害怕失去而后悔。例如说他可能会很冲动，然后可能会做出一些事情，但是他也很怕你会抛弃他，所以他可能就会因为这样而后悔。他们就是在做事情上常常会有那些内在的一些冲动跟矛盾。那这个是第二型的 impulsive。 第三类型呢，就是 self-destructive。其实跟第二类型有一点像，但是我记得我们在上一个影片有提到，其实有一些边缘型人格，尤其从青少年开始的，你会发现他们会有一个倾向，就是不断的去有自伤啦，或者是自毁啦，甚至自杀的一个倾向。那第三类型呢，就是比较 self-destructive， 就是所谓的对于自我的一个本身有一些伤害的行为的一个倾向。那这样子的人呢，通常呢，他们可能就会比较容易觉得很空虚，没有价值，然后呢，所以他们就比较容易会因为内在的伤痛，因为可能觉得这个人不爱我啦，这个人不在乎我啦，这个人就是对我不好啦，或者是这个人讨厌我啦，就会开始容易会有想要伤害自己的一些倾向。那这样子的人呢，也比较容易会有药物的滥用啦，或者是酗酒的问题。一样，就是因为他们就是内在太过于空虚，太过于痛苦了，所以他必须要去麻木掉这个部分的情绪，所以他们必须用这样子一些肢体上面的伤害啊，或者是其他行为比较破坏性的行为，来去减少心情很低落、很难过、很空虚的那种感觉。那第四种呢 petulant 呢，比较像是就是不稳定的一种很任性的那种状态，它可以是一下高兴，一下生气，一下开心，一下难过，所以他的情绪是起起伏伏，很像在坐云霄飞车的这一种人。那他们呢，可能就是会有那种很明显的，你会在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他会整个极度疯狂的爱你，然后就是给你一大堆的关注力，然后说你有多棒，多么的好，把你整个人理想化，觉得你是全世界最好的人。那他会帮你说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同时间呢，也可能会因为你做了哪一些事情，可能因为你这个时候你没有空理他，又或者是你没有做到他想要的样子，或者是什么状态，你跟他划清了界限之后呢，他会一瞬间讨厌你这个人，讨厌到了极点，然后把你整个人贬低到一个就是一文不值的状态。所以在他们的世界里面是两极化，就是 splitting， 他们会 split， 然后到变成你是好，你就什么都很好，全部都很好；你不好，你就什么都不好，你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对，你怎么说都不对，什么都不对，什么都不好。所以呢，跟他们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你就会发现他们其实在情绪啦、关系啦各方面就会变得比较非常的不稳定，因为他们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起起伏伏的一个状态。那其实呢，老实说，你看这样这四种跟我们在上一个影片提的，其实很多都还蛮像，就是我们所谓的诊断的准则里头的9种特质。那其实呢，我知道的是多多少少都会有这些倾向，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但是呢，有些人可能某一些特质比较多，有些人可能某一些特质比较少。那也许如果你觉得自己有边缘型人格，你曾经被诊断过边缘型人格，又或者是你觉得自己有这样子一个倾向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你是不是有偏向哪一型。又或者是呢，你觉得自己其实没有被诊断过，但是觉得怎么听起来跟我自己好像很像，那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说的，都欢迎在下面留言。那一样的，再一次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边缘型人格呢，其实是一个可以治疗的，是需要长期，但是是可以治疗的一个部分。所谓的 DBT 就是比较有效，也是有经过研究证明，他们是针对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的人呢去做的一个治疗方式。那就是因为他们呢
可以针对我们的一些症状来提供一些治疗的方式。例如说，你是一个比较冲动的人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去试着去针对比较多如何调节我们的情绪，如何去管理我们自己那个冲动的那个部分。那如果呢，你是一个比较容易内在感觉到比较空、比较难过，然后容易自伤那种，那也许我们就必须要去学的比较多的是如何去提升我们能够面对负面情绪的一个能力，或者是我们对于负面情绪的包容力。那他们都会在 DBT 这样子的一个治疗方式里面呢，我们都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去教大家如何去好好的管理自己的一个状态。那我们比较不会有这样子强烈的那种起起伏伏，所以一样的，这是可以改善的。所以呢，如果你或身边的人呢有这样子一个倾向的话，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拿起电话寻找一个当地可以帮助你的心理师啦，或者是家庭治疗师啊等等之类的，去问一下他们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可以提供这样子的治疗方式，然后能够帮助你获得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人生。OK， 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谈到这里了，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呢？都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们哦。那我们下一次见了，拜拜。